今天聊聊中微子的质量来源，还有它的速度问题。这两者这个中微子的质量目前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和其他的粒子来自于希格斯场的作用不同。这个中微子的质量来源现在还没有确定，而且找不到原因大概在2个小时之前，我建立了一个理论，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同时也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微子它并不是按照传统的标准模型能够获得质量，它是一个极特殊的，因为它不和所有的物质作用，它同时具有穿透性，它又能够穿透我们任何物质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会和别的这种粒子相撞偶然的情况下，所以无论是这个中微子的研究还是这个观测或者说捕捉都是非常难的，甚至都要到地下几百米去包括中国的这个江门的这个700米地下的中微子实验室也是要在地下700米才能够获得这个它的踪迹，因为如果这个海拔太高的话，或者说你不埋在地下的话，会被别的东西干扰。然后我就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这个中微子的这个质量它应该就是来自于其他粒子的撞击。也就是说，本身这个中微子本身它是没有质量的中微子的静态质量也为0但是它为什么又表现出那点质量？但偏偏我们又无法找到这个质量的来源呢？它为什么不符合标准模型呢？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能算粒子，或者说不能算物质的这种它这个中微子它很可能我说的是很可能，我现在还没有确定，中微子很可能不是物质，或者说不是普通的这种物质，所以它的物质它的这个质量的来源为什么不来自于希格斯场呢？就是因为它很可能它不是咱们普通定义的物质它其实很可能是一种能量而更诡异的是，这个中微子不是普通的能量就是说它如果不是物质的话，那么它应该就是能量，但它又不是普通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这个质量来源极其的不确定，极其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为什么它会有质量它为什么表现出了质量但同时它又没有来自于质量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微子是一种被动的能量，它的能量被赋予能量，它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什么？是被其他的这种粒子撞击的，其中有一点就是它是被光子撞击的也就是说这个中微子其实是被光子赋能的它的能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光子撞到它了，它获得了能量。而我们知道这个光子的静态质量其实是为0的所以它即使撞到了这个中微子，因为它本身的静态质量为0嘛，加上这个碰撞发生的这个又非常短，所以就导致产生的这个质量也非常的弱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宇宙中这个光咱们一直很奇怪，这个光为什么来回的传播为什么诞生这个光有什么作用除了照到我们脸上，把我们照成癌产生皮肤癌之外，这个光子它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其实光子也就是光在宇宙中传播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本来就是能量，所以这重要的作用是赋能它给谁赋能？碰到的任何物体有的转化成热量了，有的就转化成质量了所以这个中微子的质量来自于和光子的撞击我查过了，这个理论全世界都没有这是我今天提出的而且是我刚刚想到的，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机会能验证。之所以没有确定这个中微子的质量来源，是因为大家走入了一个误区，误认为它是普通的物质，但它其实不是又误认为它这个来自于标准模型质量，其实它也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正式确立就是说这个中微子的质量很可能是来自于光子的撞击，由能量对它进行了2次赋能。所以中微子实质上是什么中微子实际上是一个被赋予能量的这么一种介于物质和能量之间的这种刺激粒子所以它才具有这么奇特的这个作用。它为什么能够穿透万物不被别的东西阻挡就是因为它没有质量这个能理解吗？就是说它并没有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质量因为你有质量，你就会你就不可能保持中性能理解吗？就是说物质一旦真的具有了这个质量，它就无法保持中性了但是它为什么
它又能够表现出一点质量呢？这个质量是来自于动啊。咱们所谓的质量是什么？是静态质量。但是这个中微子不具有静态质量啊，中微子不具有静态质量啊，这就是中微子的诡异的地方。中微子叫它鬼魂啊，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这个中微子不存在本身的静态质量，它是被光子撞了一下啊，于是赋予了这个质量。它实际上它是动态的一个体现。但是因为我们研究还没有那么深入，所以我们误以为这个中微子具有质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观测发现，这个中微子和这个光速基本上分辨不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物质具有质量，所以它不能够超过光速，所以它比光速低的这个传统理论来暂时给它贴了个标签。但是本质上这个中微子不具有静态质量它的这个质量是被光子撞击的时候赋予的。所以它的这个中微子的实际速度就是等于光速，它就是说它就等于光速就算不是完全等于光速，也是近似于，因为它被光子撞击了赋予的这个速度，所以我们观测分辨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分辨不出来？其实我们对光的观测也没有那么精密我们经常说约等于30万公里，我们其实从来或者说我们测量这个光的速度的时候是非常诡异的。它和测量别的速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光当做一个标准来做一个对比，但是我们真正的从来没有实际测量过光的速度。我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或许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视频明确了中微子的质量来自于光子的撞击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介于物质和能量中间的一个刺激的这种中间态的刺激粒子所以这也就是同时解释了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中微子的质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光子的撞击。光是能量光是能量，宇宙中无处不在光子和这个中微子的数量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它们俩是同时具有在宇宙中传播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亮堂堂的这个空间，是不是到处都是光子但是这是来自于这个咱们这个空气的散射真正的宇宙中它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没有这么亮的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如果还记得的话，也就是说宇宙中中微子在就是说中微子通常产生自哪儿？核聚变或者是核裂变，就是说在最开始中微子产生的时候就被光子赋能了它就得到了初始的能量咱们知道就是这个为什么叫恒星因为它发光发热同时产生中微子，这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所以这个中微子的质量来源我们确定我们今天就可以正式的建立这个理论，它被光子赋能了为什么它这个质量极为微弱？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物质中微子现在我们可以明确，中微子不是真正的物质它是介于物质和能量之间的一个刺激能量，或者说刺激粒子。它本身的能量是由光子赋予的，然后呢它做到了光子不具备的穿透万物。注意到了吗？光是不能够穿透万物的光只能穿透透明的，对于不透明的它无能为力。但是因为被光子赋能的这个中微子却可以为什么它能够穿透万物又不引起这个别人对它的这种抗拒呢？或者说斥力排斥呢？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更贴近于能量的东西它更贴近于能量，它没有强质量，它没有自身质量，它的静态质量也为零所以它能够穿透万物，又不和万物反应关键是它不和万物反应，这一点是真正的物质所不具备的。任何物质都会和其他的东西反应为什么中微子不会？就是因为它其实是能量清楚了吗？而且我们这期也决定了它的速度，也就是说中微子其实就等于光速中微子等于光速，因为它是被光子赋能的，它同时没有静态质量，这两点就决定了中微子的速度也是光速。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同时树立了两个理论第二个理论就是光速就等于中微子的速度就等于是光速，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微子的质量来源来自于光子。好，我相信听不懂的这个朋友们更多，懂得的话一定会驳斥我。为什么？因为理论界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你这样说你和官方说的不对。但是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想遵循官方原则的话去当官这就是最好的途径，否则你何必研究科学呢？科学就是经常的被理论被打脸的比比皆是。我就不举例了。点赞关注欢迎分享给业内的或者是爱好者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今天正式确立了中微子的质量来源这是个值得欢呼和分享的事情。咱们下期视频再见。